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早个一两分钟。哼大家好，这里哼哼，是老范讲故事，好，然后那边是土拨鼠札这是记。土拨鼠杂技。你这是拿了一个什么背景啊？是星舰吗？这个是这是飞船背景啊，就是我坐在飞船背景，飞船的这个指挥舱里。挺好挺好。对，然嗯，后我们看看大家都在讲什么啊？要好好讲讲怎么没捆扎结实的。这个可能未必是没捆扎结实，没捆扎结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对，有好几种可能，有好几种可能。嗯，还等8个小时撸啊撸，哦天，这是11点发来的，天哪！你那个一上去他就给你留言了吗？好吧，为什么会嗯，在居民区呢？他们进行实验需要审批吗？像美国一样，有审批的话，那审批的部门要承担责任吧？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去详细讲这个地理位置。我简单说一句吧，所以那个当时巩义的那个当时安监委那一块的那部门发的第一个推特，不是什么推特，就发的第一个公告，相当于是说是是非。我说哪儿什么是非？太多对，了。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实验场，压根儿就不是试飞场。那个对，根场地本就不飞的。建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想过它有可能飞起来。飞至少对应该是去酒泉呀，去什么这种地方去飞去。就是对，它会建一些静态的，在地面上做实验的场地，飞起来完全属于意外。相当于说本来就是说潜艇要下水，只是刚刚在水上漂着，还得继续西装呢，结果沉底了。差不多是这意思。先沉了。对，遥遥领先啊，这个跟遥遥领先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啊？为附近的居民捏把汗，再偏一点点。哎，这个真的是离着很近啊！而且对于这么高的高度、这么大速度、这么大重量的东西来说，我觉得这个距离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还带一大堆推进剂，关键还啊，是它还有下来的时候推进器。推进剂没有烧光，肯还是有定是不巨大的爆撞。能不，肯定不会全烧光的。你看它有一大堆黑烟，说明我感觉就它当时烧的时候就已经很缺氧了，液氧没它了，的液氧煤油还挺多的。煤油还它是挺多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好吧？发布的声明更恶心啊，感觉还在吹自己，明明是直线距离市区1.5公里，这个就算驾车只有7公里不到，直这线离真萌肯定是在地图上查了那个什么，肯定是在 Google 地图上查了，跟我查的差不多那位置。是嗯，对。对于火箭实验发射场的选择，一般有什么要求？在美国的话，需要政府部门审批吗？肯定这不是，首先这不是发射场，这只是实验场。待会儿咱们再说吧，先简单的先介绍一下，然后咱们对就再来回答这些问对，题。类比星舰前2次发射的爆炸，那这个咱们肯定是要专门讲一下的。这对对，都是你看你这边的观众都很专业啊。李铁天啊，应嗯，该是好消息，超预期发挥，这就属于对对，阴阳了。对，太吓人了！火箭就坠落在居民点旁的山坡上，河南这种人口密集的省份，怎么可能去？这个，我觉得这种测试场应该还是有更近的地方，有更繁华的，嗯，对吧？对，现在管的还算严了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北京就有，不是80年代了，就2000年初都有，北京附近就有。是离最近的村子是900米，好吧？这个退一步讲，既然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静态点火实验，那么测试场的安全措施就必须有特别周密的安排，并且经过层层审批和监管。按道理，一旦发现火箭意外脱离发射台，就应该立即遥控关闭发动机。这个其实你没想到它会发起来的话，你就可能压根就没有设计这个遥控关闭发动机的这些东西。那个什么，他倒是在这个天兵给的声明说是他们控制关机了，是不是立即关机，到时候也再说。然后这是次到底是不是成控的话，也再说。啊，咱们是，待会儿能谈到，正好有谈到，好，就没问题有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晚一点啊。关。河南省巩义市天兵科技火箭发动机试车台是，个什么梗啊了？河南那里。好吧，这个就不知道了。
这次的事故也充分说明了这台火箭推力巨大，绑都绑不住。这个，你不推力不大，你那怎么东西放上去啊，对吧？对。今天散人还在说啊，没看呢还。他说的有点不太对，他说的不太靠谱。这没关系，咱们说。对，咱们的专业点，他说的不专业。是，咱们按专业的说，星链推出了迷你星链啊，我收到一个可以购买订购的电子邮件啊，这个它那个是特别小，也没有架子，也不能动，基本上就摆地上使的那个玩意儿，就一小天线呗，一个小天线，平板电脑大小，多付钱可以移动使用，等到手机大小的时候，你就直接手机就连上了，为什么还要个天线呢？对，这话题能说吗？我们尽量捡能说的说啊。对，近期天朝上国火箭方面不利啊，几天里，掉下2个了吗？这个是那个算发射是成功的，只是相当于那个2级下落，待会儿咱们也能谈到，那个 PPT 里有河南巩义高精铝新材料啊，好吧，那看来还是有色冶金的这帮那个什么呀，他等于那边是产铝的，可能是。我对巩义那儿还真不是特别清楚，它到底产什么。是。好，晚上好。对，自带小板凳，感谢。火箭要这个火箭要润，这个过分了啊！来了啊！这个看不清是什么，无非是让老乡们略略体验一下天降区的人民的恐惧。什么叫天降区啊？外国人都贵州就是属于基本上属于天降区了。他怎么讲的？这个天降区什么梗？他在航道上。火箭发射的航道上。这叫天降区。推进剂的毒性会对附近造成很大的污染吗？它就是煤油。无毒的液氧煤油，无毒的。对，你要是能够把那煤油给打起来，估计还能放着找个双燃料汽车，还能开着走呢。静态测试过去我见过的就是，它有躺着的，有竖着的，有躺着的。有躺着的，但是一般单机是躺着的，然后如果像这样9机的，一般都是竖着的，就多机的一般都是竖着的。是，这个有喜欢咱俩联合直播的。谢谢。这个那火箭发动机是公司自己开发的吗？还是买的？自己开发。这现在是火箭公司的核心技术。如果你要不会搞自己搞发动机的话，那你这火箭公司就没什么竞争力，就被卡脖子了。说卡就卡死。是，今天会直播多长时间？讲到哪儿算哪儿。这是什么？要是偏2加警，这个掉下来就疏散了。对，那是剧毒，常温燃料。是低温的，基本上都没什么毒性。对，常温的它关键是用着方便，但是它有毒，人家不愿意用常温。关键就是中国一直到本世纪才开始用低温的，就是技术问题吧，主要当时的低温技术不过关。OK，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内容了。行，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天龙3号，我看这上头写的叫苏州号。对，他可能是苏州政府给了他有一些合作，对，所以冠名了。然后是这样，就是2024年6月30号下午3点43分左右吧，大概就是这个推迟了3天的这个那个天龙3号的这个火箭的一级火箭的静态点火实验，9机联合静态点火实验，在这个河南巩义，这叫麻沟这个地方，他们那块有一个实验场，就是专门做静态点火实验的实验场。进行了静态点火实验。那发动机开始是9台发动机顺利点火，它的这个待会儿咱们可以介绍啊。然后呢，但是呢，当打到全推力的时候，这个一级突然挣脱了火箭的挣脱了这实验台架，然后就飞起来了，最后落到了不远的山上。大致就是这么一情景，咱们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个屏幕上这也显示，就有飞起来的，右边这是飞起来的，然后左边这是后来又掉下来落到山上的一个起火的情景啊。行，咱们下一章吧。
是。然后为了这个之后，刚才说了是下午3点多，然后7点钟左右呢，这个生产负责这个天龙3号火箭的，这叫天兵科技有限公司，他就发了一个这是他的公众号上截取的啊。主要我就说几个，第一个是他这次实验是一个1子级的，就刚才我说1级的9级联合的这个热车实验，我们一般呢也把它叫做静态点火实验。你看星舰啊、猎鹰9啊起飞的时候，这个发射之前都会进行静态点火实验，那这就是静态点火实验，这是第一段的。第二段的，他这块第一行就大概说了一下，就说出现的问题是舰体与发射台连接结构失效。对，这个差不离这个说的没问题，这句话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然后1子级火箭呢就离开了发射台，升空后舰上计算机主动关机，这是他的声明。咱们再谈吧，反正这就是他的声明。然后呢，这个后面重要的一个说，这本次的实验地点远离这个巩义市市区，待会儿咱们有地图可以看一下有多远。对，然后好消息是无人员伤亡，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是对，这就是他那期声明。但是你按刚才那个火花看的话，有没有人员伤亡，其实也都烧干净了。是。行，然后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天兵这个科技公司，实际上天兵科技公司它这个 CEO 啊，你看名字吧，我就不念了，屏幕上有。然后呢，他原来是那蓝箭的 CTO， 最早就2018年、19年的时候，后来就出来自己干了，大概从蓝箭也带了几个人出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天兵。然后他现在搞的这个火箭，咱们现在注意我这个 PPT 的这两边这2个火箭啊，左边这个有点长得跟猎鹰9似的，这就是标准款的这个天龙3。它的待会儿可以介绍参数，它和猎鹰9的各个参数都比较接近的。然后咱们看右边这张图呢，也能看到它跟猎鹰9一样，也是9台发动机，布置形式也是一样，中间一个，边上一圈。这就是这个它的1级火箭。然后右边这个呢，就说明天龙3呢，它准备将来也像猎鹰9一样，猎鹰9有重型猎鹰，等于它的1级是用了3个这个1级来捆在一起。那这边也是，就是说将来的天龙3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大概天兵的一个情况。然后天兵这个公司呢，它现在应该是民营航天企业里面大概资金压力最小的，融资融的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第一个实现了液体入轨发射的公司。它在去年的4月2号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入轨发射。本来我们都以为第一个成功入轨液体的会被蓝箭给拿到，但是它抢在蓝箭的朱雀2号前面，第一个发射入轨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所以呢，这个是从此以后它的等于一直整个这个进度它也是非常快，它的进度的确是我看着都觉得非常快。然后怎么说呢？对，然后这个资金也不错，所以这次的这个本来他最开始的时候说天龙3要在今年5月份发射，然后说6月份发射，现在本来推迟到7月份。也就是说，按道理这次静态点火实验完，他们可能就要准备发射的事儿了，要在今年可能再推个8月9月，有可能就能发射了。但是出了这事儿以后，咱们就另说了，就这么回事儿。对，好，咱们继续。然后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天龙3号是怎么来这个和这个猎鹰9对标的。我们可以看啊，天龙3的长度，对，像素就拷贝，天龙3的长度是71米，猎鹰9是70，天龙3的直径是3.8，然后猎鹰9是3.7，天龙3的起飞重量590，这是540，然后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我就漏了一句，刚才没给大家介绍，天龙3火箭也是1级可回收的。和猎鹰9一样，1级可回收，2级不可回收，是这样的一个火箭。那天龙3呢，比猎鹰9还要强，它达到了17吨，猎鹰9只有15.6吨。是，对。然后的话，首飞时间，我给首飞时间猎鹰9这块我写了2个，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个2010年6月4号这次的呢是猎鹰9的 1.0 版，那个时候还不能回收呢。然后这个2018年5月11号这个呢是现在正在服役的 Block 5版，
就是说它从这个刚开始首飞到它稳定，大概走了8年的时间，大概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现在的这个天龙3，我们注意到这次待会儿你也能看到那个试飞的时候，实际1级上面它没有像底部这黑色这一部分那个支腿儿，所以的话它应该对等于009的 1.0 版的，差不离是那样的。所以它要是14年前的那个版本。对，它等到它再走到稳定要多久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继续聊。对，然后对这个，然后2级我又也不太多介绍了，也是就整个布局都一样，它是1级9台发动机，009也是，然后那个009是2级1台发动机，这个什么也是，而且选用的都是同一型号的，只不过1级用的是海平面版，2级用的是真空版。待会儿还有发动机的参数，咱们可以再来对比一下，一模一样的抄起来。然后我看有一个发射价格。对，现在的预计发射价格，现在009是这样，全新的是6200万美元。然后如果要是比方说使用10次以内的，对，可能就是5000万美元，要10次以上的可能只有4000万美元，4000多。是，他们现在的这个天龙3的预计，将来的话，它可以控制在6000万左右吧，大概是这样。好吧，有一定的竞争力，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搞了一遍。对。然后咱们再来看下面呢，这个就是2个主要的发动机。那009用的是梅林 1D， 大家都知道。那个天龙3呢用的叫做天火12。我们可以看到，从推力上，这个不管是真空推力、海平面推力，然后还是这个比冲，那这个就是说天火12都是要比这个梅林 1D 要稍稍好一点，是，都要稍稍好一点。除了推重比稍微差一点，这就说明它这发动机稍微重一点啊，就是只是这个参数上差一点。然后燃料也一样，液氧的这个梅林的这个发动机用的煤油，那个 RP1 也是煤油，只不过是可能等级更高的。等级更高的。然后我现在查到参数，这天火是煤油，它是不是想表示就是说我不用那么高标号，我还可以用质量再差点的煤油，大概是这意思。好吧，这就是发动机这块。然后这儿，对，就是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静态点火实验。咱们正好来看一下，这就是星舰的这个 B11 助推器。B11 啊，就是这次发射吧，这次是 B10还是 B11 啊？4飞的我都有点忘了。就是这个助推器，就是相当于就是把它捆到一个台子上，然后把这个发动机所有的发动机都点上火，然后至于具体点多少时间呢？这个得根据就是说你的需求来定。你像是一般来讲最少的话呢，它这个时间要覆盖从起飞，因为我们一般看起飞，美国的火箭都是起飞，然后2秒钟后才离开发射台，你最短要点这个2秒钟时间。然后有的会再长一点，一般来讲可能再长的也就是个5秒钟、10秒钟，大概就是这么长时间。这就是1级上，对。然后这种静态点火呢，实际上是一般都是要做的。我们现在从屏幕上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是009的009号火箭的1级在进行静态点火。那下面这2个，左边的这是星舰的超重在进行静态点火，右边的是星舰的飞船在进行静态点火。我要多说一句，就是星舰飞船的静态点火时间一般还要比1级火箭要长一些，因为它的工作时间，飞船在太空中它的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更长，所以它要更长一些。然后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这种静态点火的话，待会儿可能会有朋友问，说是不是要开全推力？这也是根据需求来定的，不一定。但是有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是要把它开到全推力的。因为这次和开全推力也有关系啊。这次的这个是车变是非。问你个问题啊，这个你比如说像马斯克这种什么19手的火箭、20手的火箭，它是不是就是我只要是飞过了，或者说这个型号已经确认没毛病了，我就不会再去干这个静态点火这种事儿了？不一定。这个不一定，而且就是说是这样的，越是早期你飞过了，可能越还是要再做这静态点火实验。等到将来你批量够了，你的性能已经非常稳定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了。了解，这个看来还是大爆主还是这个放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对，然后呢，这3张照片就是大概3个现场嘛。第一个就是刚刚飞起来的，第二个这应该是从巩义市内拍到的这个照片，然后第3个应该就是在这个出了巩义市了，应该离着不远，离他那个坠落地方拍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火还是很大的呀。然后因为放那个视频有可能会黄标，所以我这个下面就打了一下那个地址。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这个还是挺壮观的。对，是，走。下面就刚才就是也有朋友不是在这块说这个距离的事儿吗？最左边左上角这个图呢，实际上显示的是什么呢？是离郑州市的这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大概是60多公里吧，就是最短的车程啊，车程60多公里。然后右上的这个呢是离这个叫做巩义市到这个就是它这实验点这位置，这叫麻沟，实验点的那个位置叫麻沟，它实际上是叫我看一下啊，是叫做巩义市大峪沟镇薛庄村，但是在地图上薛庄村这个位置叫麻沟，它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然后从这个巩义市到这个麻沟的距离，车程的话大概不到7公里，如果要是直线距离可能就5公里啊什么的，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左下角这个图呢，就是这个离它最近的一个村子，2公里离它最近的村子，公路距离2公里，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这是大概是这一个。然后右下角这个图呢，等于就是说还是左下角这个图，然后只不过我是换了一个图层，换成地形图了，就能看到在它的这个下方，等于是西南方向还有一个很大的太阳能电站，就是我那红色方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距离。刚才都不说了，离是这个巩义。炸的话应该是在那1.5公里范围内，当时我在地图上还没找着。就是相当于是第2张左上角的这张图，这个曲裂拐啊，这块是巩义，可能就真的是离巩义不远的一个地方炸掉的。对，它如果要是继续向右下角，那就离巩义更远一点嘛，那就比较幸运。巩义在左上角，对，再往左上角巩义在就挂了嘛。对，它是要往右下角就还会再远一点。但是你这种飞起来的到底往哪儿飞你不知道啊，完全没有任何的控制系统在上面。最少我没看到它那个空气舵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对，你现在还没装直腿呢，你也不会装空气舵，就等于是你要不然我有一点怀疑，说他说这个控制上关机了。有可能有吧，但是大多数如果要是按一次性火箭，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次性火箭的时候，它这个控制机器实际上1级、2级是共用一台控制计算机的，它是装在2级的上方的。只有像这种猎鹰9这样的火箭，它的1级是可回收的，它1级上才会再装一个控制计算机，因为那样我要专门给这个火箭要布置一个仪器舱。是要布置一个仪器舱，所以你看咱们的那个什么长2、长3啊，那些火箭它都是底下1级，然后2级，然后2级到整流罩之间有一个仪器舱，就那一个仪器舱，然后通过电缆既控制1级也控制2级，这就是那个什么的。你怀疑它这个1级火箭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它所谓关了机的电脑？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说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OK。对，不能说我怀疑。如果它这个真的有一个电脑也确实关机了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飞起来马上就停下来，或者说马上能掉下来？不一定，它是飞起来之后，它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反倒好。待会儿咱们可以介绍，就是说这个事儿还发生过一次，在历史上72年前发生过。咱不是讲那个事儿的时候，咱不是第一次，讲那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咱们来好好再来聊一聊什么时候关的更好。是好。下面就是它这个实验场，就巩义，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废旧的矿坑，就麻沟这个村旁边的一个矿坑。
然后大家注意啊，左边这个图，这就是白的这根杆儿，就是这个苏州号，就这次出事故的这个1级火箭。你可以注意到，它第一下半部分没有着陆腿儿，没有着陆腿儿，黑的那部分，对，没有黑的那部分，上面呢也没有那个山格舵啊，所以他想飞起来想控制姿态，那他就只有，如果他真的是想控制，就只有摆动发动机的喷管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个调整能力就很弱了。是，对。然后他当时，而且做这种实验，是不是会装这个计算机？可能还是，有可能人家也装，对，人家说装了吧，咱就当他装了吧，对，咱信了，对。然后右边这个图呢，实际上还是这个苏州号在这立着，但是我那会儿打了一红圈，那红圈里面那也是一个实验台。就是等于静态点火的这个实验台，这个点火的实验台，我们怀疑呢是给这个给这个1级给2级火箭用，给2级用，对，有可能是要给2级用的，或者是给这个天龙2火箭用的，天龙2的1级，因为它实际上是把它那个天火12的发动机直接拆下来，在上头点一下算了。天火12肯定也有，但是一般这些实验会在发动机生产厂就做了，就不一定要把它拉到这儿来组装这块做一个合体实验了，就在发动机厂就可以做了。对，这就是实验现场的。不过我们看现场周围还是基本上应该挺荒凉的，没什么，对，没什么大的。我刚才看到这个星舰超重助推器的静态点火，包括这个，我觉得周围的这些瓶瓶罐罐离着都挺近的呀。对，它这块现在显得它这个比较局促，感觉，因为它当时用的是一个矿坑嘛，所以我也感觉它这块比较局促。而且你看它那块停了好多车，好多罐子，还有好多车。横着那些罐实际上前头是有车头的。对。行，咱们往下看。这就是大概现场。这张图就是一个还是同一位置啊，还是同一位置，只不过实验台不一样。哦，对了，老范再回一下刚才。就是大家现在注意这个底下的这个实验台，就左边这个图底下这实验台现在反应比较清楚。这个火箭刚才我说了，它这个1级9台发动机，9台这个天火12，每台的这个推力，说的是能达到110吨，但是我从维基百科上看呢，他说总推力是770吨。按道理，如果要是110吨的单发的话，9发应该990吨嘛。为什么它是770吨呢？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现在就水平还没达到那么好，它有点像那梅林也是，梅林1A 啊，梅林1D 啊，推力在不断提高，包括猛禽，就是那星舰的猛禽也是。那现在的一般呢，假设是770吨的推力，然后包括后面他们自己公告的时候说是820吨的推力。后面就是天兵，反正这个数都不一样，哈哈，咱们就算800吨吧，800吨的推力，对。然后这个台子是不是显得有点单薄？这个咱们再说啊，就是说这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怀疑的事儿。然后咱们再回到这个下一页，这就是这个位置呢，实际上还会做这个天龙2火箭呢，也是在这儿试的，也有一个类似的台子。那这个红色的这部分就是看到火箭下面红色这部分就是对，这就是实验场这一块的事儿。咱们再往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现在屏幕上下面我就来说一下，就是说到底有可能它这块出现在哪几个可能性上，就飞起来这事儿啊。上面这个横着的大家都能看出来，这是一天龙3火箭，我在它尾部打了一个红框，框起来的这部分有火箭发动机9台发动机，但是这9台发动机其实是装在一个框架结构上的，这个框架结构一般我们搞火箭的一般愿意把它叫做成立结构。然后成立结构的上面固定了9台发动机，你可以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框，然后比方说把这9个发动机都固定在这个框上，然后这成立结构的上方呢，我们再放这绿色的注箱，这个应该是煤油的，然后蓝色的是液氧的，然后这就是1级火箭，差不离就这样。然后它如果有计算机的话，上面应该还有个仪器舱，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下面这个图呢，就等于把这个转了90度，把这成立结构这块给放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要放在实验台架上的话，我不考虑台架和地面连接这一部分，我现在先不考虑，还有台架和地面连接呢，不考虑台架和地面，那这台架就是红色的这部分，然后从火箭上升出来的这蓝色的这部分是和台架连接的这个支耳，然后黄色的这个呢是把火箭和这个实验台固定在一起的紧固件，简化的结构就是差不多这样的。那这次突然飞上去，这次飞上去以后，我看着它没有看着它带着这底下这个台子一块飞，就说明那台架和地面的连接没问题，就没把台子给带起来。是。然后呢，那下面的就可能出问题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红色的这板强度不够，说白了就是这意思，板强度不够裂了，然后这个火箭飞起来了。要不然就是火箭上那支耳这部分蓝色的这个强度不够裂了或者断了，然后火箭就飞出去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紧固件这一块黄色的这个，对。然后咱们来看啊，如果要是这几个问题里，如果要是这个红色的这部分或者是黄色这部分出了问题的话呢，首先说性质挺严重，就是说等于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好，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就是说对于火箭整体结构影响不大。如果要是蓝色的这部分出了问题的话，那个是升在火箭上的，因为这个支耳就是在火箭上的。如果要是这部分强度不够出了问题，那对这个火箭的影响就非常非常大，因为你要改整个结构，说明你的强度不够，那你要将来改进的时候，你火箭就要加强。咱们现在先不谈问题责任问题啊，就只是说那你的现在的整个这火箭的总体布局可能就要改变，或者你原来承诺的17吨的近地载荷你就达不到了。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说从这块来看，要出问题的话应该是这3部分。那黄的红的出问题还好，虽然责任的事儿可能很 low 太 low 了，但是还好。如果要是蓝色的出问题，那对火箭的这个结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是，对，你就基本上要做一些大的改动了。对，而从逻辑上说的话，就是它底下的这个实验台架和这个紧固件，因为它本身其实不太需要考虑重量、成本这些东西，买个大号的，然后做个结实点的，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我觉得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蓝色的这部分的话，它需要考虑成本、重量、材料，就考虑东西很多了。蓝色这部分重量还是首要的，重量也不叫首要，重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强度是首要，强度和刚度是首要的，但是重量也是非常，重量可能排在第3位，所以极有可能为了实现一定的重量，减轻重量而忽略了一定的强度，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那这事儿就比较麻烦了。对 ，OK， 我们继续。下面就是说说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哦，在72年前也曾经有过一次，1952年的时候，这个叫做Viking 维京人海盗号的这个第8次海盗号火箭的第8次实验的时候，那么也出现了这个在静态点火实验台上，然后就飞起来了。1952年，此后就没有了。然后它飞了以后呢，后来当时的那个现场的这些指挥人员呢，大家可以看最后一段啊，也在这块讲，它总共飞了大概6公里远。为什么让它飞了这么的远呢？实际上就是当时他们本来是可以提前让它关机，然后让它降落下来。但是考虑到它那时候关机可能会造成地面的一些损失，所以是有意的让它飞了一段的距离。就是咱们回来说刚才的那个事儿，就是说也不排除他们如果要是受控的话，让它飞一下能够飞到那个方向，这个也不能排除，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做了这个努力。下来啊，这个你别把我这个实验场给我炸了。对，包括不能损失人员，实验场炸了都是小事儿，你不损失无关人员才是最冤的嘛。对，你干这个，干这个也挺冤的。
对，但是所以你像它这个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发射，像它这个地方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的。非常偏，那会儿就是大沙漠。大戈壁滩跟洛斯，你看不？你不是看那个什么了吗？你看过那奥本海默吗？那个洛斯阿拉莫斯差不多，比那个跟那地方似的，就或大戈壁滩上的那个什么。要不然中国的呢，最开始第一个火箭发射场选酒泉也是这个问题啊。是，对。咱们继续。下面的这一块就是说。来说一下星舰，大家都记得，如果要是老看我直播呀，或者跟老范的这个联合直播的讲这个，星舰首飞二飞，大家都能记得，星舰首飞的时候，后来到了4分多钟的时候，1、2级没分离，最后呢，那个就在空中炸了，然后地面的人都鼓掌，大家那时候都不清楚，说你鼓什么掌啊？人说的是我在受控情况下自毁了，这就是这个。然后呢，第二幅呢，就是右上这个图呢是二飞的时候，那这个飞船等于当时也是自控不稳，最后也是让它自毁了。实际上它的那个二飞的时候，那个超重也是在空中分离后不久就让它自毁了。为什么要这种自毁呢？实际上，咱们先到下一章吧，先到下一章看一眼啊。怎么自毁的？就是咱们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左边这个白色的方块，就是自毁的那个小的那个爆炸物包，布好多块，把它炸成很小很小的小块，这样呢，尽量呢把它炸碎，然后这样让它落到地上的时候不会对人造成安全。这是左边这图，右边这图就是人正在安装这块。然后咱们回到刚才这个去，回到上一章。最后装，而且这个指令密码是绝密中的绝密啊！最高我以为是到的时候就把它挂上了呢。不行，那是里面有炸药的，好吧？那个就是你确定发射了，可能提前个几个小时才把它装上去的。OK， 了解。所以的话呢，就是说等于呢，他们是用这种自毁的方式来尽量降低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的时候对地面的这个影响。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左下角这个视图应该是在6月26号吧，我要没记错。当时在西昌用长江3号丙运载火箭、长江2号丙运载火箭发射了中国和法国联合搞的一个 X 射线的这个天文望远镜，火箭整个发射很成功。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在贵州这块落下来了，而且是整体的。你看看这3张图。这个呢，大概就是说明那个小块可能，我知道，就是说火箭上肯定装了这些小块，没炸。刚才咱们看，那应该是没炸呢，没炸，完全没，应该是完全没炸了，好吧？应该是完全没炸了。现在我而且这叫天降区了。对，而且这个棕色的这个烟呢，就是4氧化二氮。在空气中分解成2氧化氮以后变成的这个棕色的这烟，这个是有剧毒的。是，这是剧毒。就刚才不是有人说嘛，这就差别是这样。OK，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刚才说了，这是第一种降低对地面损失的。那我们再来看星舰的，对这张图，对大家注意到啊，这是一个星舰发射的这航路图，1级是落海里的，2级也是落海里的。是所有的这个星舰这个飞行过程主要阶段，在大气层内的全都是经过的是海，都没有人。所以大家还记得4飞的星舰当时推迟了一段时间，推迟了1个多小时，实际上就是海上还有船没被清走，所以他当时就晚发射了一段。这就是第二种方式来避免因为我发射来对别人造成一些危害。是，但是你看像美国，比如像航天飞机啊，各种东西回来都是在海上，然后苏联、俄罗斯包括咱们呢，基本上都是直接往地上扔。它是这样的，力量还是不太够啊，怕对这有，对有这个因素，有这个因素。就是说，实际上在海上回收是最方便的，是，也最安全嘛。对，你像特别是像嫦娥6号那样的从月球回来的，它进来的时候，它这个轨道就是在接近赤道的，
你要到四子王旗那么偏北，那都北纬40-50度了，你得飞多远呀？从赤道飞过去，所以那反倒不太好。就是这次的带着月壤的嫦娥飞回来，最后还是拽地上了。对，是，然后他用的还是一个打水漂弹道，那个我有一期节目就在讲他为什么嫦娥6那个弹道要打水漂。它这个里面2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从地球从赤道平面要机动到这个什么去打水漂，可以打得远一点。第二个就是防热的问题，那防热的这个可以降低防热的层的最高温度。主要这2点。最后不也是说咱们这个烧的糊了吧唧的，然后还笑话说，你看美国人那都干干净净就回来，他那是假的，咱那烧成这样才是真的呢。也还不错吧，烧的起了好多泡，但还行吧，还行。行，走，咱们继续。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聊吧，这个就是属于题外话了，就承载系数，就等于大家这也可以看一下，主要看这个承载系数，就是第1、2、3第4列，就是说长征5号 B 的这个，在我们看一个火箭先进不先进，主要实际上就是看它的承载系数。所谓承载系数，就是火箭自重和你最后的有效载荷的这个有效载荷除以火箭自重，就是承载系数越高，说明你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水平做得越高。因为你能够用更轻的火箭来带更大的有效载荷。我们看现在我们这长征5号 B 呢是到承载系数大概是到3，然后长征7号就只有 2.3。长征7号火箭呢是2016年的，长5 B 是2020年的。然后天龙3就刚刚这个火箭啊，它的承载系数是 2.9， 但是我把它标成蓝色，所有蓝色的都是还没有正式入轨发射的。它这个 2.9 是1级可以复用的，所以如果天龙3成的话，那这个天龙3的这个技术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它甚至超过了待会儿咱们提到的最下面这猎鹰9了。然后你看啊，60年代的66年的这个联盟火箭，它的承载系数呢只有 2.1， 然后日本的 H2A 火箭是2006年发射的，它的承载系数是 3.4， 比咱们的长5 B 还要高。阿里亚纳的这个火箭的承载系数和咱们基本上相当 2.5、2.7， 包括5，还有马上要首飞的6，7月9号阿里亚纳的6就要首飞了。然后这个阿特拉斯这个大 2.9 这个水平的话，就是刚发那个 Starliner 波音公司那飞船的那个火箭，就是上大概能来那个啊，对，大概能到这个长5 B 的水平。火神半人马座是 ULA 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了。它的这个它就很高了，这就是等于就是新设计的火箭，就差不多2020年左右的这水平设计的，就是应该到接近 5% 了。SLS 也到了 3.8， 这是2022年发射的那个美国阿特米斯去月球的这个也到 3.8， 这就是人家的水平。然后这个蓝色起源的这个新格伦火箭，它是可重复使用的哦，它能达到 3.0。就是说它的设计水平应该比这个天龙还要高一些，而且它的一级的发动机也已经进行过搭载这个火神半人马座，已经进行过入轨发射了。对，这个新格伦的。然后我们看猎鹰9，如果它不回收一级不回收，它这个发动机是2015年16年的水平的啊，它是如果一级不回收，它是4.2%，如果一级回收，它是2.8%，那就是基本上和新格伦、猎鹰9、天龙这3个基本上算同一档次。然后星舰，那因为它2级也回收，所以它的这个 2.0， 这个现在没办法，没有哪个2级也能回收的火箭，我们没有可比。对，大概就是回收就是要增加很多重量。但是这张图真的是就是震惊我啊！就是说，没想到放了这么大个烟花，100公斤的这个火箭才放了3公斤的东西上去。所以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原来的搞航天这么贵，就是这么回事儿。它还是一次性的，对，它还是一次性的。所以为什么马斯克能够就一定要搞出重复使用的来？重复使用的话，你那个就可以把这个价钱大幅的降低了。是，
行，大概介绍就是这些。大概就是这些。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提了，我看刷了不少问题来。对啊，我今天这块人也好多呀，125个呢。对，挺好了。你那儿多少啊？我现在有370。哇，挺好，挺好。对，我看看啊，这个说看来小范也应该学航天而不是 CS，那航天也需要 CS。天兵的发动机哪里来的啊？人家自己造的，自己研制的，自己研制，自己制造。只能说借鉴，不能说抄袭。哎，这个我其实觉得是对的啊，就是给你一个你能抄得明白吗？对，对吧？你就摆你面前有各种的照片、图片，哪怕说它开源了，把专利都公开了，让你造，你造得出来吗？你造不出来。所以很多人老嘲笑抄袭这件事不那么容易。对，我觉得能抄出来实际上也不错，但是大家不要笑，倒是那个你看朱雀3的那个，你再看双曲线3，大致也一样，也都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能够，就是说以中国的现在的航天水平能够模仿他们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可以了。对，没有必要重新发明轮子。是的，人家都证明成功了，干嘛非说我就不这么弄，我非要换一个，对吧？没必要。梅林的推重比略高一点点，是的，是这意思。说实话，光看新闻，我觉得还好，新闻发的还算很及时。另外，航天实验出错也应常有的，国内毕竟好的发射场地也不多，只不过固定设备出错确实很出丑。首先啊，我先说啊，老樊，这个不是发射场，这是实验场。对。第二就是说是出错不是常有，就一次，就是50年代那时候2战后，就是美国鬼子德国人的 V2 火箭拎回来，然后试了一把，改吧，对，所以的话，这个事儿，这本来就是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形容，就是一个潜艇，你先把它放水里，准备开始再装点设备，结果那潜艇沉了。这就是沉底儿了，这就是这么回事儿。正经在这个实验台上做这种实验，绝对不应该出现那个什么。OK， 了解。这个他们的制造基地是苏州张家港市，这个就对，是总装厂现在是在苏州张家港，它的这个天龙3、天龙2还是在另一个城市，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是现在天龙3的总装厂是张家港。天兵差点变民兵啊，这个我觉得不是天兵天将，你就这么说就行了。天兵天将。这个静态点火实验距离居民区才2公里，这个你不是原来告诉北京就有吗？这玩意儿？对。但是它那个叫试车台，和它静态点火还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现在但是那都是80年代的事儿了。然后，但是你现在这么民营的，是不是就会有很多离居民区比较近的这种实验场？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原来都是国家的嘛，都是航天部嘛。对这一块的话，我倒觉得那个谁说的挺对，我不提他名字了啊。就是说是可能，因为你国家的包括你的配套设施都跟得上嘛，就是说公路啊什么这些都好跟。如果你要是民营的，你真是找一个特别偏的地方，光修路你可能都修路供电，把这些通过去，你就得花的钱都花不起了。是，所以实际上，比方说。可以，我有时候就在想，你说，比方说，咱们来一个 startup 啊，搞一个这个试验场公司，就是你们拿我这儿来试，所有公司都来试。哎呀，这个我估计不好说这事儿。其实做实验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于这些民营航天公司来说的话，应该。都不是特别费劲，他们可能对于整个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视。现在所有民营航天公司应该都是航天部的人出来，然后先从一个公司，然后几个公司这么分来分去，应该基本上都是根红苗壮的人。
但是他们都得去把这些路给修通啊，要去特别偏远的地方。你等于建个这种公司，等于就是说是这意思，相当于我这有块地儿，然后你们所有的公司来出这个钱来修这路，把这个给摊下去。这个真不好弄，因为这个一旦涉及到什么四通一平啊，涉及到征地啊，你特别像河南这种地方，河南你说它能会有一块地儿是没人的吗？绝对不可能。对吧？你都得征地，然后这个麻烦着呢，这种事儿。但据我所知，当时河南这巩义真的是非常希望，就是说天兵过去，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了。这个，但是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弄完了以后，且折腾呢。因为我以前在那个北京边上，就是公司租的别墅办公嘛，然后天天有人上别墅门口来闹事儿来。我说干嘛呢？我说我们租你别墅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很简单，村委会把村里的那个地盖了别墅了，然后租给我们了，然后村民没分着钱，然后天天在那闹事儿，就是中国这种事儿多了。是这意思。如果不是国家的，是一公司的话，这事儿就真没法整。然后纸面数据故意压猎鹰9一头，但实际效果，这个我觉得实际效果它还是要最后让它做出来。你现在去讲它实际效果还有点早。对。对，还是再看一看吧。再看一看。但中国人呢，干了一些也比较奇葩的事儿。你比如说，在电动车上装能够跑800公里的电池，对吧？然后马斯克说：“你们疯了吧？说你有多少机会可以跑800公里？那电池跑完了以后，它也是那么重啊，你得等于多带着1吨多的东西往外跑啊。说你这玩意儿它能行吗？所以国内所有的电动车跟马斯克的特斯拉比起来，它那个。”就是经济性特别差，为什么？它特别重，它装了好多电池。说马斯克说你们疯了，装这么多电池，你为什么要装800公里的电池在上头？说句实话，就是这意思，就是马斯克还是懂技术的。我觉得就特别是看马斯克讲星舰的那时候的，就是那个星舰4飞之后，他不是边打游戏边回答网友问题嘛？我也做了节目。他是懂技术的，所以的话，他能知道，就是说这个续航里程这个指标，并不是一个特别决定性的。是，但是在国内这些好多人他是根本不懂技术的，这些老总。我觉得他也不是不懂，我觉得这国内这些人呢，他们叫更懂人性。好吧，就是我告诉你，有800公里，虽然我为了这800公里的这个续航，多背了1吨的电池，然后他妈的所有的指标都特别差。但是你就是愿意买，对吧？那就没办法。而且我还把800公里的车做的比你那400公里的车还便宜。那就是反正我就比较另类嘛，我看到我肯定不愿意为这个平时没事老背这么重的电池跑。对啊，因为电池的东西跟汽油不一样，汽油烧光了就没有了嘛，电池你耗光了电，它还是那么沉。对，这个就很二这东西。但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当咱们真的把这个火箭技术摸透了以后，也搞这种像800公里的续航电池车这样这种事情，就是搞一些很虚头巴脑的东西，然后挂在这儿？完全有可能，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但是应该比较难，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整个航天市场和航天发射市场它不是一回事儿，我就一直说嘛，航天市场有5000亿一年。5000亿美元，航天发射市场可能不到100亿，就是说实际上航天发射市场并不大，是，所以你搞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东西，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航天市场来支撑？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可年产30发液体运载火箭和500台火箭发动机，这是天兵吗？对，天兵是这么宣传的，但是你现在你来看，这个是说它未来了，但是现在目前 SpaceX 的这个给星舰配的这个就是猛禽2发动机的日产量是1台，一年就365台了。现在的状况，这个你说的这个数，这是就是那什么宣称的。不过天兵倒是的确也是比较厉害，他的确非常有马斯克的这个风格，就是他们的 CEO 啊。他现在这个天龙3，我多说一句，老范稍等一句，他的天龙3投了3个，
跟马斯克一样，马斯克不是一投一大堆什么 B10，现在都排着队吗？对，他这个天龙3投了3个，这是第一个，但出这事儿，出了这事儿就有点影响更大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就是你把前面这个路趟通了，后边起量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咱们比马斯克有优势。好吧，就是路趟通了，说这事儿能放上去，而且咱们还可以干什么？就是一边起量的时候，一看说，哎，这块钢的是不是换成铝的啊？这铝的是不是换成这个别的？是不是也能凑合？就中国人比较喜欢干这种事儿，就是每一代，然后给你降低成本，然后这个咱们看看比亚迪就知道了。对，纸面上数据我们什么时候输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你做新做的火箭，你说我设计出来就比原来差，那可能你项目都立不了。所以你纸面数据必须得比人好。这说明其实民企重型火箭有希望吧，至少飞起来，虽然没想飞。现在他就得好好的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以前跟他们聊天，就是这些年轻的设计啊，有的时候聊的就是很让我担心。因为你比如啊，就是咱们这个固定，刚才说那紧固件那块儿，我刚才不是说可能是台子的问题，可能是紧固件问题，可能是这个舰体结构嘛？我假设是紧固件。像这个紧固件的话，你要设计这个推力的时候是有考虑的。这样，它这个火箭，比如自重说的标称是590吨，这是火箭全重啊，推力是770吨。那呢，你减去590、770剩180，你是不是说你的紧固件是就按180吨呢？这个年轻的设计的，它有的时候再加上有这个，我只是举例子啊，就是又有这减重的要求的时候，它可能就想的是770就变成那个180吨了。但是要是我的话，我马上就问，那个燃料基本上销光了呢？所以的话，你等于就是说，像这种方法上，可能这次我觉得，不管它最后到底是螺栓的问题、台子的问题，还是它那个火箭上面那支耳或者说那架子的问题，就刚才我说传力结构那块那个问题，它可能都存在着我刚才说的这个疏忽，就是它算的有点太卡边卡眼了。对。它可能都存在着我说的这些疏忽，而且它这次你看啊，它这次飞起来的时候，火箭基本上是直着飞起来的。对，直着飞起来的是什么？如果要是我只是个别的某一处的这个强度不够的话，火箭应该那一处先断，所以火箭是歪着出去的，歪着出去的。你这是直着出去的，所以说明你那块是等于所有的连接部那块都断了。是。是，所有的连接部都断了，这是典型的，就是设计这块有问题。这个不会出现忘了拧螺丝这种事情吧？那是如果要出现啊，对，说到这儿的话，正好我有一个朋友观众啊，正好也在问，叫什么叫归零？这次他们那 CEO 也在说，在他的那个。发微信啊，什么朋友圈什么的都在发，说，哎呀，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要这个归零，尽快归零。我正好给大家简单的讲讲什么叫归零。这是航天上面比较一个出现了事故或者故障的一个比较经常的这个用语。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等于一旦出了故障以后，在航天上一般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我们一般就是说要做归零。那归零的话，最终是形成一个归零报告。实际上我大概把这个归零报告是怎么构成的，就能够知道，就是说这个归零的这个工作大概怎么干了。首先，归零分2种，第一种叫做技术归零，就是说我设计有问题；第二种叫做管理归零，就是说我管理上有问题。然后呢，但是本身的这个归零的这个过程环节基本上是相当的。我就来说它这些报告里包括几部分，第一个叫故障描述，就比如说这次这个比如这次这天龙3，就是说那这个在做静态点火实验，开机之后打到全推力，9级开机打到全推力，然后就飞起来了，这就故障描述。你把这说清楚，这个很简单，对吧？故障描述。第二个呢，就叫机理分析，就是你来分析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可能造成它飞起来。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这个家里的灯，比如你家里的这个
客厅的灯不亮了。然后一般人会怎么想啊？可能换个灯泡是吧？但是在航天不是，航天要列出来所有可能造成你这个灯不亮的原因。比方说，第一个停电了，第二个那电表没钱了，然后第三个你那家里那总闸跳闸了，第四个家里的这开关坏了，第五个电线可能坏了。第六个灯泡坏了，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其他可能。我只是就给大家讲我们是怎么画故障数的，我们叫画故障数。然后，这是第一级，第一级下面还会再往下画啊，一直要画到底。然后我现在把这些画完之后，我一个排，我说那个停电了，我一看，哎，隔壁有电啊，停电就排除了。然后那电表一看有钱啊，电表就排除了。然后然后呢，你比方说，我再去看一下那个家里的，哎，我其他的那个家里其他灯也是亮着的呀，那就家里那总闸那也排除了，那最后就剩开关和这个什么上灯泡上了。然后呢，我就是这个换灯泡容易嘛，我再一换灯泡，哦，亮了，那就应该是灯泡的事儿，不是开关的事儿。如果换了灯泡以后还不亮，那可能就是开关的事儿了，我就去查开关。差不离，这就叫机理分析。然后呢，分析完了以后，刚才我说的这种排查过程，我们称之为故障定位。定位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做故障复现。就刚才定位完了以后，那个解决措施不是也有了吗？然后我还要再复现，成本很高的呀。对，要模拟出一次复现来，我可以做缩比嘛，要再模拟出这个复现来。是，这还都不叫什么。最后的一条叫举一反三。举一反三就是什么？就你出了这个事儿，然后比方说这公司里的同时有几个项目在走，我 A 项目出了问题，那我 B、C、D 项目全都看，这类似问题有没有可能有？最典型的一个是什么呢？2003年的时候，那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因为在发射的时候，从那个外燃料柱箱上有一个保温层，保温块掉下来，打到了这个航天飞机的这个轨道器的机翼的左翼前缘，那个防热瓦上，把那防热瓦打漏了。结果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航的时候，就因为这漏了的防热瓦就解体了，7个宇航员就都死了，就都那个什么，殉职了。然后我们呢，当时我看到这事儿，那是在春节，我记得特清楚。然后我立刻给我们那个管921的，就载人航天的那个总师打电话，我说哥伦比亚号出事儿了，你们准备过完节之后赶紧加班吧。然后那个总师说：“是啊，我们得举一反三，就是他出现的那个故障不能出现在我们上。”对，这个是叫举一反三。然后包括这次这天龙这个事儿出了之后，现在所有的民营航天企业全在举一反三，在查他们的台子、他们的紧固件、他们的那个舰体结构会不会出类似的问题，这就叫举一反三。所以的话，我刚才举的这个，基本上这一个过程，最后把它形成一个报告，这就是技术归零的。管理归零也一样，就是说，你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漏了，如果没有拧螺栓，没拧上，那就是管理归零的事儿。你就要把管理归零，你是哪个环节错了，然后最后得制定一方法彻底杜绝这个管理措施。这个东西还是每一次的成本太高了。对。所以这就是正好等于我就是拿这个来解释一下这归零，它不是清零，它是归零。归零。所谓归零，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放成功了1次了，就算有1个了；放成功了10次了，有10个了；掉下1个，从零开始重新来。对，差不离是这意思，就等于是，对，有这意思。对，其实这回媒体的透明度后来还算可以。怎么说呢？媒体的事情啊，你千万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谁在说。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很热闹啊。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个民营公司，毕竟它不是国家；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竞争对手。对，它现在是等于它是后起之秀。这个原来老大第一个成功入轨的是星际荣耀，它是搞了一个固体入轨，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一直都以为是会这个蓝箭的这个朱雀2号，会成为第一个液体入轨的这个公司，没想到它异军突起，就等于它速度特别特别快，然后直接
获得的这个资金啊，直接就超过了这个星际荣耀，超过了已经成功10几次的这个星河动力，然后超过了这个蓝箭。所以我觉得，我不说出来了，大家去领会这个意思。是，肯定也招人恨呗。对，这是一定的。然后从你这个列表看，这个公司估计是从某国留学回国的，这个我们就不猜测了吧？没有哈。那好吧，这个天龙有点恐高症啊，这个算了，这个我觉得还是稍微宽容一点。要是有伤亡就不会这样了啊，这个伤亡肯定会更麻烦一些嘛。SpaceX 都是开源的啊，要学迟早能追得上。哎呀 ，SpaceX 没开源吧？它有一些东西是开源了啊，有一些是开源，就是这种东西，你说你想学，你日本咋不学，对吧？然后这个欧洲咋不学？这个不那么容易，真不那么容易。在休斯顿第6次赶上直播，休斯顿你是不是在哇？休斯顿是不是发射中心？休斯顿是指控中心啊，在德州吧？对，指控中心啊。发版本全回归测试，这是什么？啊，大版本回归测试，大样本回归测试还是什么？点赞啊，感谢，两边都点了啊。两边都得点啊。对，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这个肯定不是第一次，要是让我这儿玩梗来了。我这儿有140多个人，然后才31个赞，不够啊！不够啊，大家赶快去点赞。对，SpaceX 的火箭越是19手的，越是战损涂装的，反而让客户更放心。其实我觉得也不好说。他这样吧，我觉得现在可能真正来讲比较放心的，最好是比方说10手的时候啊，8手那时候性能可能是最稳定的。然后你真的，因为它现在最多是到19手嘛，所以如果要选的话，10手火箭、8手火箭可能是性能很稳定的时候。但是发的都是自己家东西，所以也无所谓。就别人家选，可能还是会选的稍微的新点的。对。之前有人猜测，国内允许特斯拉自动驾驶在国内，测试就是用火箭技术换。我觉得想太多了。不可能，这属于想太多了。公告有说有啊，估计是说计算机的事儿。就是说控制是飞控电脑没办法，飞那么高的啊，这个不好说。现在呢，只是说人家发了公告了啊，我们毕竟没有说真的把那火箭拿回来拆，说到底有没有或者什么的，对吧？如果真拆了，我们也就不能在那儿说了。它电脑也如果要是有的话，电脑也是装在火箭上的。它实际上是类似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 CAN 总线啊这类的，好像一般是这种总线布局的。对。除了底部连接，为啥没像猎鹰那样的钢索？猎鹰那样的也不是每个都有钢索，这个钢索实际上意义不大。我觉得猎鹰钢索的话，可能如果要是有大风的时候，对风载可能会有一定的平衡作用。然后真正点火的时候还是要靠底下的。还得把它是这样。对，用钢索的话，主要还是那个平衡风载比较好。多快好省着，这就没法说了。之前在今年2月试车的时候，就有人说它的架子有问题，果不其然就射出去了。这个前面的就不知道了。对，然后还是那句话，它有大家不要光怀疑架子啊，就是说有好几种可能的。我刚才不停的在跟大家说，是最小的问题。对，而且但是对。对，然后是架子，但是呢，我同意您的一部分观点，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它那个架子也很单薄，这个是的确是，天明公众号之前说770吨，但是现在好像又说820吨了，他是说总推力呢，总推力，放坑里应该是怕炸，但是没考虑到会飞起来，这是肯定的。
对，钢索的作用，我再说一遍，钢索主要作用防风那一块儿，因为它拉在上端，所以那个风作用下来的话，钢索的都是对于底部的，所以你拉在上端的时候力臂长，你知道吧？拉在上边的时候力臂长，但是你如果要是对于起飞的时候，钢索那个力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呢，它那个力没有多少。OK。说好的只是这个又在这儿开车了啊，对不对啊？这背后的东家是谁？这要是成功了，不抢了航天局的饭？我们不管他东家是谁吧，但是你比如说中国现在为什么会开始鼓励民营航天这个事儿，其实我蛮好奇的。你不知道大概有多鼓励。我那时候大概经常会有3颗星的。3颗金星的来我们那个办公区来溜达，就是希望你们都赶快出去开公司去吧。然后不是，就在我们那个办公区里，然后经常是2颗星、3颗星的来，后面跟一群2毛2、2毛3、2毛4。但是他这个就是你鼓励他们，最多也就是鼓励说你航天部你赶快去做，对吧？他也不可能说鼓励你们都去开公司，自己各玩各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奇怪的。他不是啊，他是鼓励你这一类的这个民营航天起来，然后要不然的话，可能觉得就是，航天部的那几个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就太懒了，一点太不思自己进取了。我觉得就可能是有点这个推不动他们了。对。我们那个原来在那个很牛的啊，很牛的。这当然不可能是私人企业，这个说是私企，说是私企，还算是民营企业，但是呢，出钱的呢里头应该是大量国资，就是它的股东里头应该有很多国资，但是企业应该是民营企业。SpaceX 公开专利后复制成功是不是必然的事情？哪那么容易啊？对吧？有很多东西可能就跟做芯片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航天有很多是要求那个精度是很高很高的。是，就像你看那个我和老范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都是它那剪映最少可以到20毫秒嘛，不能再小了，我就20毫秒一帧一帧的看。是。对，所以的话，但是我们真正在航天的话，可能20毫秒这步长都太长了。对，有的时候，特别是考虑同步性的时候。有人说应该不是台架，飞起来的视频中没有其他东西。牛叉，你说的很细致啊，你观察的很细致，我们只能这么讲。对。为什么这种需要赶超的形象工程一级回收不是举国之力由国家航天来做，而是由民营航天来搞？难道国家的反而技术能力不行吗？国家也在搞。对，一方面 NASA 也没干过马斯克嘛。对，然后一个是 NASA 也没干过马斯克，另外一个是你比如啊，国家的最少长征9号运载火箭的那个方案里面就开始设计1级要回收什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现在也在长征2号 C 运载火箭上开始加那个燃气垛，大家加那个山格垛，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对看的话，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再加装其他的，要先拿长征2号 C。搞出一个变形来试啊，这也在做，并不是没做。然后刚刚做了那个10公里慢着跳的那也是国家队的，那是航天8院上海8院的产品。了解，抢不抢航天部的饭碗根本不是问题。如果天兵成功了，代表国内已经消化了 SpaceX 的技术，按照电动车的经验，会有一群航天局干部出来搞民营火箭。不是会有，现在就是一群，现在几乎就是这个。现在那您放过的人，你去说我想放火箭，就有人给你钱吧？别开玩笑。现在的所有这些民营航天的那里面，大部分高管，特别是技术高管，对，基本上全是航天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还有好多供应链的。因为是要从航天口出来的，因为它还是要用到很多体制内的这个供应链系统。是，对。
摸石头过河啊，摸了人家72年前的石头了，好吧，稍稍有一点丢人啊。这个在乌克兰掉下来的伊斯坎德尔直挺挺的，完整砸穿了居民楼也不少啊。乌克兰是掉下了个什么东西啊？不是，就是俄罗斯当时和乌克兰打的时候，有好多伊斯坎德尔被掉下来了嘛，就地对地弹道导弹，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这个在乌克兰掉下来的伊斯坎德尔也跟贵州掉下来的差不多。贵州那更大，好吧，丢人，好吧，一派胡言，这就不知道了啊。轨道不一样。这个火箭换个图标就是自己的，哎，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抄东西真没那么容易，对吧？这个，你现在这个叫什么原子弹到底怎么做？中学课本里都讲，然后你照着那课本，你能把原子弹造出来吗？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也就是看看什么这个什么电视剧，对吧？人家少年天才在家里买东西都会做原子弹，这不那么容易。美帝有最好的发射地之一，卡角，我觉得这个哪儿都能发，这个发我觉得还行。稍微这么说吧，老范，就是说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希望的是越靠近赤道越好。对，所以的话，这个还是对中国也有啊，海南就很好嘛。对啊，也说句实话，新加坡也是好地方，新加坡才北纬4度。是，对吧？印尼、马来西亚啊，新加坡有4度，我原来一直以为新加坡就在赤道上呢。北纬4度，北纬4度。什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很好。对啊，咱上印尼去发去啊。对，菲律宾，咱们可以跟那个菲律宾商量商量，在菲律宾建个发射场。对，这个 SpaceX 的核心技术并不被 NASA 允许申请专利，又弹劾公开，这个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了啊。SpaceX，你说什么核心技术呢？那有些核心技术，那个你比如它那防热瓦那一块那个 Top Rock， 那的确是 NASA 的，那本身就是 NASA 阿姆斯研究中心的。那但是你像是它的你比如梅林发动机或者是猛禽发动机啊这类的，那肯定是他自己的，对吧？还有它的那个一级回收技术，那也是他自己的。对，这个来了点赞，感谢，谢谢。这个印度的 GSLV 呢，就是印度火箭。对这个 GSLV 火箭，我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个 G 打头，它是不是应该是地球同步轨道的，用于地球同步轨道的火箭啊？但是印度火箭的话，总的技术水平应该和我们的90年代差不多。它目前大部分火箭还都是使用常温燃料，也就是毒燃料的那个火箭。所以相对来讲比中国还是要差一点，但是它有一项技术先进一点，我觉得它的牵制释放技术现在中国还没做到。对，其他的现在这个朝鲜动不动就往海里丢点东西，他们那个技术怎么样？它的那个技术，首先它的主要打的固体的多。固体的就是那个液体的相对比较少，液体的话呢都是常温燃料的，就它还是基于导弹的技术。实际上你要说的是火箭技术，实际上谈不太上，它主要还是导弹技术。好吧，打卡感谢。印度是 SSLV 啊。有 SSLV 还有 GSLV 都有，它有好几种。那个 G 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打地球同步轨道的 ，S 可能是打太阳或者是打近地轨道的。OK，平心而论，要有竞争才是好事。马斯克不愿意用专利壁垒，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目前看来，欧美能够跟 SpaceX 竞争的，实在是没有能拿出的手来了。波音就是个烂摊子，贝索斯。也是扶不上墙。贝索斯那不是做的还可以吗？他是没有，他最近在起诉那个什么，说环保问题，我觉得好无聊，在起诉马斯克。对，这太无聊了。对，类似星舰前2次发射也爆炸了 ，FAA 也进行了事故调查。那么天龙3的事故是否会被看作使用了快速迭代、快速试错的开发方式？两者之间是否有本质差别？
它星舰的这个发射爆炸，这个本身是在它的飞行中是存在可能的，对，计划范围内的。天龙的这个如果要是在台子上炸了，这就也是计划内的，但是飞起来的话，计划外的，就是这个后面检讨啊，各种的处理的事情还比较多。对，而且我估计，不管是最后是归在哪儿，是那个螺栓上、紧固件上，还是架子上，还是舰上的那个成立结构上，反正是要要受到非常非常严厉的处罚，非常非常严厉。不，它是公司，而且对，但是呢，肯定我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走人是最起码的了，就是下面而且人背锅嘛。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这么做了以后，你等于就是以后其他的那些地方政府还允不允许你在我这块来建这个火箭实验台？就是我不光是天兵哦，就是所有的这些民营航天企业，如果要我允许你的话，那我要对你进行一个怎么样的监管？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事儿，所以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对，有一些可能那些民营航天企业也会，除了有一些那种情绪以外，还会有一些紧张的，就会不会给他们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以后最少是肯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了。这不用跑，成本都会上升啊。天兵的发动机是燃气发生器循环嘛？哇，这个太帅了！我这个还没太注意，不好意思，我到时候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是没太注意。这个还有人在里面吵架啊，我们不要吵架啊！在我们村旁边啊，我们村在温县，就在陈家沟旁边。我天，这个好吧，我们来了位这个离着近的。新疆那么大地方，他们不去，主要是吃不了苦，也没有吧？和这没关系。对，你像总装厂在张家港，刚才已经说了。对，那实际上我如果作为我的经营来想的话，我是希望这个台子，这个实验场离我越近越好。是，所以要综合考虑。张家港应该往东走啊，拉出海不就完事儿了吗？对，找个岛向那儿放去。那个至于具体这个实验场当时建在那儿的话，应该最后的是要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恐怕和地方政府的争取也有关。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还有一个我估计江浙一带的地皮比较贵。对，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最后它的这个发射场呢，天龙3的发射场应该是在海南。海南。所以的话，你要去新疆，等于他从张家港做完了往西，到新疆，然后再回来，再拉回到海边上找个船再运过去，这个运输成本可能太高。你这种比如静态发射点了火完了以后，这个东西是重新装上燃料接着使啊，还是说这东西就废了就完事儿了？当然接着使了，你看那个星舰不就是吗？而且它是现在是试飞前必须要进行静态点火的，不做静态点火是不那个什么的。好，我看了事故公司的公告，感觉也没说明白什么事儿，反而讲了很多奋发图强的套话，这个那怎么办呢？你不讲套话，你讲啥？对呀。我觉得实际上对他说的还可以吧，他最后发的这些也已经，实际上刚发的时候，当地的地方的安监部门不是说那叫试飞吗？他最后自己还证明说这不是试飞，因为试飞的话，那你离开升空就算正常了。他自己都说了，这不是要试飞，这就是我静态点火不该飞的飞了。对，这个还算比较客观。火箭升空以后为何没有关闭发动机？自毁压根儿我估计就没有。咱们不清楚，那就不乱讲了。没有，但是这如果有的话也没启动。对，因为如果要是有的话，那他应该把它炸成小块儿。然后为什么没有关闭发动机？这也不是，就是说咱们不知道他那块那么多具体情况。对，然后那个也就不好随便说。
但是我刚才我不是讲那个 Viking 8吗？那个我1952年的那次的，是那个当时他让他飞了6公里，是因为让他躲避一些地面的设备，就也有这种可能。我只是说有这种存在这种可能性啊。火箭赚钱不多，是不多。是。到底是试射失败还是发动机静态试车误飞？应该是试车误飞啊。对，本部在强的。卫星应该更赚钱。赚钱的我觉得还是运营商赚钱。应用，对，应用5000亿的那个什么5000亿的这个航天市场，全球4000亿是应用。对，这个我们不猜它为什么不立即关机的事情啊。这个电池那个难说啊，电池和续航都有曲线峰值的，负重增加了，续航会也变差。这个老板还是不懂技术，这个不好说，因为老板就觉得我标800公里这车好卖，你怎么办呢？但他就逼着工程师说，你必须做到800公里，还要那个什么，这个成本还得降得下来，对吧？这就是咱们现在干的事儿。这次事故这就宣称没有，对，还好吧。虽然市场不大，但是对于国家战略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我感觉可回收火箭也大概率走电动车的路。我比较期待国内的可回收火箭卷到一定程度，会不会也给火箭装上冰箱、彩电、大沙发、搞饭？这个真不容易。是这样啊，现在肯定会有的。那个什么，现在不是有国际空间站吗？不是给火箭装，是到国际空间站上。它那国际空间站，国际商业空间站将来就有太空旅馆的。它那个房间都是一个一个充气帐篷，就是充气，直接收小了，到了太空去扒一充气，那里面什么冰箱、彩电、大电视肯定有啊。笑死。不说这个，在砸山里了。从视频看，比较幸运是，这个虚头巴脑的往往不是为了商业市场，而是为了股票市场，甭管是为了什么市场吧，但总是要为一些市场吧。对，他们现在都没有上市的呢，现在所有的民营航天企业都没上市呢。都没上市。对，都没有能够上市标准的呢，是大家都急着上市，是那些创始人都挺着急上市的。你不光他着急啊，你这么多年完了，那些基金都得退出了。对，都在着急。对，世金这么近扔了一个重磅炸弹，也不知道有没有震碎玻璃的。1.5公里，我觉得有可能会有震碎玻璃的了。没有，它可能1.5再加1.5，3公里吧，咱们最远算3公里吧。归零啊，是计算器上那个是。他们为了赶上生产安全月的最后一天。也太努力了，哎呀，我觉得稍微宽容一点。他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想6月27号进行这场实验，后来呢，因为1级的表面看到有起包，然后怀疑是这个注箱有问题。结果呢，后来查明不是注箱有问题，是那个防热层起包了，不是注箱本身结构起包，所以推迟了一点。要不然的话，这个静态点火实验应该是在6月27号进行的，最后因为出了这事儿才推到6月30号。Starlink 预计今年净赚41亿美金，这个我现在还没看到相关的数据，回头去研究一下啊，画鱼骨图不就好了啊？这都是专业人士，只要当地政府想要企业去，用地和基础设施都大概率会由当地政府负责。对，就是他们这你没有政府管，你根本没法走。这是什么 ？Root because analysis, rule in, rule out。是天龙已经预定7月9号7月、9月、12月。在海南发射3次，7月是太阳同步轨道，6月2次是近地轨道。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向后推吧，肯定是向后推了。我刚才不是说他投了3发吗？老范还记得吗？是，就是这3次，对，那他这次现在最少的少一个吧？直接换灯泡不行吗？我讲我那灯泡的话可以，换完了以后再决定对不对。
火箭不能这么干。老范，我这么着说，就你家的灯泡直接换没问题。在航天就算是个灯泡也不能这么换。是，好吧。这个，因为我们在互联网里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来相信上去的东西都是有错的，所以我们都是拿用户当测试员的，就直接把测试版本扔到用户那儿去，然后看，哎，点击率上升了，干得好啊，点击率下降了，回来找 bug， 都是这么看的。航天这一块都是把测试留在自己这儿，所以我们那个实验成本是很高的，对，实验周期也很长。是。机理分析啊，听起来就是对 check 对一块 partition check 对。抄同学作业，抄完了不知道抄了啥，哎呀，这个我觉得他们已经算抄的好的了，用矿他应该是抄的最快的了，是真的是最快的了。用矿坑是不是有点奇怪啊？一发射那么多废气，会不会长时间聚集？应该也不会吧。它应该是一个山，就是谷口嘛，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一个坡，这样对，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谷口，不是一个纯坑。这个成本是必须付出的，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啊，飞起来这个成本肯定是不该付的。我的想法啊，就飞起来的，它其他的这个试验就是说，对它的哪怕炸了，我觉得它那成本都是应该付的，但是飞起来，我觉得成本这有点不太该付。信不信？马上有各种民营航天题材的基金和私募，然后无悬念爆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从经济角度上说，你只要是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就没事儿。就是甭管是基金也好，股市也好，任何的市场也好，都是在经济下行期爆雷，就是它会把很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反正原来我感觉的民营航天这一块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资本一般还都是比较雄厚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能够忍受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相对于其他的啊。对，因为国内呢是芯片基金最后基本上都爆了。因为就是花了大量的钱，最后啥也没做出来，然后呢，没做出来以后呢，就去查嘛，查完了以后肯定发现，哎，你们家的房子不错啊，车也不错，然后是不是孩子也都去美国了，然后这个账户里钱很多，对吧？就会出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的声音有点低啊，你离麦克风太近了，咱其实差不多，我觉得。互联网也有各种测试，是有啊，并不像老范说的那样简单就上。但是互联网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会这个也测，但是测呢也上，就是这个 Fin 应该是在日本，就是对，就是所以这个日本的互联网就没起来嘛。Fin 在日本，我知道。对，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讲的是这样的，就是把用户分级啊，最喜欢你的用户给他们吃屎，然后呢他都不会骂你，然后呢稍微的疏远一点的用户呢，就是你要给他这个还不错的版本，但是可以有点小问题，然后绝大部分用户呢是经过前2波用户测试过的版本再给他是这样的一个更新频率。所以绝大部分用户呢，其实还是被保护了，但是呢，是被这个最忠实和相对比较忠实的用户保护的。互联网软件的测试和安全渗透测试也是非常非常严格啊，不亚于航天归零。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做的这种测试啊？我对这个 CEO 是Rock Army。你不知道你在说火箭军吗？我是 Rock Army 啊，不是啊，就是航天部的，应该航天部的。对，不是军人。猎鹰也发生过发射前就爆炸的事故，当时也采取了归零处理方式嘛。炸了，我估计应该都是干吧。它肯定不叫归零，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分析方法可能类似，但是是这样啊，我觉得 NASA 可能类似。应该这么着说，如果发生在 NASA 上，如果发生在 SpaceX 上，我不确定。也没准马斯克一拍脑袋说这事我顶了。
对，我不确定马斯克这个，要不然他走不了那么快。对，这种事故在美国 FAA 是要事故调查啊。最近 FAA 有点放松了对 SpaceX 这种迭代开发的限制。其实不是事故，是实验啊。这个就是也想试试呗。那个这种事儿要出现在美国的话，FAA 得查死他。CEO 以前是航天医院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去扒每一个人具体是哪儿的了啊，没什么意思啊，掉了没问题啊，只要不要天天铺天盖地的嘲讽马斯克就行了啊。这个没办法，海南岛的商用测试场好像刚刚建好，以后这些测试应该会更多的挪到海边，一步一步走吧。不一定，它这个测试场是不是发射场，还是说是它的这个全舰实验场，还不太好说呢。好，火箭测试，这个为什么离居民区那么近？有更近的，只能说有更近的。对，有一说一，中国抄作业算是优等生了 ，ULA 和蓝色起源都没抄明白。不一定。那个我觉得蓝色起源看吧，因为今年下半年按道理那新格伦火箭就要首飞了。如果新格伦火箭首飞的话，它直接就进到重型猎鹰的水平了。日本火箭技术受限制，日本现在是不能发展远程投送技术，二战的问题这个是有可能啊。但是他可能签的那个协议里他有这一条，这是有可能。对，有可能。谢谢。感谢。Mission accomplished。是，这是欧盟不知道在干嘛。欧盟还在马上7月9号阿里亚纳6火箭要首飞，到时候我看看，我可能也做直播。好，我们去学习一下这个。我看看啊，然后马斯克迭代挺中国模式的，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有这个科学的依据，你是可以这么去做的。对，然后而且他还有一个就不太中国模式，就是他自己肯顶雷，这个就不中国。这我觉得比其他哪个都关键。对，中国模式经常是出了事儿啊，下边实习生干的。星舰的快速试错和传统航天的归零思路是否正好相反？肯定不能说是正好相反。实际上就是说，你航天这一块的话，它这个归零思路，也是你星舰你那个要快速试错，你也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说我闷着头试，那肯定不是。所以我相信它肯定也有好多分析，只不过它更大胆一点。就比方说，我们一般把风险系数，新技术的应用率控制在10%以内，它可能可以控制到40%、30%，大概是这样。OK，为什么日欧不学？我觉得学不起来。这个日本有可能真的是不允许啊。但日本前面不是也放过一个火箭吗？H3火箭，今天好像刚刚还又进行了H3，这是遥2还是遥3第3次发射了。是。然后发扬光刻场精神，搞个100公里的，那个我觉得咱当笑话听就算了。马斯克迭代挺中国模式的啊，这个好像刚才看过了。火箭技术有望取代新三样吧？哪个叫新三样？你那个市场要差远了吧？发射市场不就100亿美元吗？新三样有多少市场？是国家级民营企业啊，有点幸灾乐祸的表情。不要，就是马斯克呢，当时我们这个很宽容，觉得他虽然把这个星舰点炸了，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他还是往前迈了一步。这一次呢，我们虽然说的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语气不是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说他失败了，而是因为他在不应该失败的地方出错了。他这个错误出完了以后，可能真的是让很多前边的一些积累，或者包括未来的一些计划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这次是这样去评价这个静态试车飞起来这个事情。
而且它更重要，它也会给中国其他民营航天企业的这个后续工作造成巨大障碍。是，为什么要求同步在20毫秒以内？我不是专指，我只是泛指。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我就要做到。就有的时候，如果你提出这个要求，我就要做到这么高的精度。国家做的只会低效，是的。这个在哪儿都一样，全世界由政府干的项目就没有一个高效的。民企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被制裁了？我想多了吧。这次这件事情是不是差点造成严重事故？这个我们只能说现在就是这样，没有人员伤亡，对吧？也就如此。1996年西昌长征3号运载火箭事故，火箭发射严重事故，据说一个村子给灭了。这是个谣传，这个完全不是事实，因为我现场就去了。他的这个96年的时候是进行长3B 的首飞，那个飞起来之后升空没多久，大概几秒钟吧，就火箭就一歪头就炸到了发射中心那大院里的门口附近的一个山上，但是设在那里头的。我那时候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时候，就都能看到它那个山头上那炸的痕迹，因为它那还是有毒的嘛，所以那个2年后我再去的时候，它都没长草。但是说是如果传言说是什么把一个村子给灭了，这个纯属谣言。这个我是挺知道的。海南相对不好运吧？没啥不好运的。船啊，怎么会不好运呢？太好运了，这比火车运省钱多了。是，SpaceX 一些技术涉及国防的机密或者武器的控制出口，这种东西你把它当武器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这是什么？啊，这是那个这是印度的那个火箭，对，同步轨道嘛，我记得是同步轨道。同步轨道卫星火箭挺好。咱们这儿聊着天，有人去做功课去了。对，因为我看到它前面有个 G， 我觉得它应该是同步轨道发射的这个火箭。相关人员会被炒鱿鱼吗？应该会有人会被炒鱿鱼啊，但是到底是不是相关就不一定了。主要负责人的话，问题可能会变很大了。燃料是这个。对，这是 P2 甲肼四氧化二氮。常温燃料就是肼基燃料，剧毒的。对，谢谢。全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哎呀，这个那咋办呢？又来晚了啊，从开始听没问题。这个是刚进来，前面没听着啊，不知道有没有提到严重性。哎呀，这个严重不严重这个事儿得要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后边接着乒了乓啷在那放，我觉得这不算严重吧。对。但是如果要是造成大家后面要做静态点火实验，得这审批那审批，就会造成很多变了。舟山群岛不是挺合适的吗？舟山好像当时也想争取吧，我记得，好像是。对，你在那边干这种事儿，是不是玩不好会擦枪走火？可能民营的还好吧，离敏感地区稍微近了那么一点点。对，会不会实际试飞控制不住？就是说没想试飞，不会啊，就是那种场地压根就不是为试飞造的。那种场地就不允许飞。对，你看中国玩个无人机都控制你呢，是？对，你那就是绝对不允许飞。归零一般多长时间？有长的有短的，长的有可能半年，好几个月，短的可能1-2周。排名前几嘛，应该算排第一了，是吧？从投资上来讲排第一了吧？从这个技术上来讲，我觉得也在前3之内。SpaceX 都没上市呢，他这种上市你咋弄啊？你说你是在他这个发射之前去买股票啊，还是去买涨买跌啊？这事儿你没法弄啊。我有个朋友专门投资航天领域的，5月远航资本啊，投资这个行业有戏嘛。这个就跟我离得稍微有点远了啊。
我觉得反正国内的现在还是有很多就是政府背景的资金在往航天企业进吧。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想你关键进去以后可能想出来会比较难，因为它像大部分离上市都很远。因为我看到有好多人投资，就也不叫投资，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这些企业里面的这些人拿了这个股票啊，这些人，然后他们都特别特别着急，赶紧上市，然后就可以那什么了。特别是不是核心成员的那些员工啊，想能有了股票，到时候上市就可以退休了，提前退休了呢。好吧。象山发射场有消息吗？我最近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好像前近2年好像有。什么星河动力啥的被投公司啊，那就不了解了。星河动力是已经好像成功的进行了10几次固体火箭的这个发射了，但是它的液体火箭好像一直比较难产。但是固体火箭的话，你的火箭发动机就是航天4院的嘛，所以的话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你只有一个火箭总成和控制这个技术，这个核心不够。为什么液体火箭都要自己搞发动机呢？就是有核心技术。这次试车的时候，周围村子还是先做了疏散的，人回来的时候玻璃都碎了。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因为一般来讲是会做这个的。如果您说这个话，我觉得这符合就是说一般来讲的正常的这个逻辑。对，和平号空间站进入大气层没听说用专用的推进器，为什么国际空间站需要？所以和平号空间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大家很担心啊。对，国际空间站需要就是不要让大家担心啊。对 ，SpaceX 如果上市，估值会有多少？这不好说，为难我了。对，我不懂。外表的白色是防热涂层，不是不锈钢机体吗？外表的白色的一般就是防热涂层了。你要不锈钢的话，你就不用防热。就是你看那个星舰的那个超级重型助推器，那不锈钢啥色儿，它就是啥色儿，那个温度就够了。它表面是白色涂层，说明它是铝合金的，所以要有防热涂层。风险管理太差，人口密集这么大啊，这个我觉得既然已经都放了，我们现在再去想这个事儿呢，就已经甭想了。没关注航天啊，我一直觉得我们航天很厉害，怎么这次出事儿了？这个我们航天在马斯克出来之前确实很厉害，就是刨掉马斯克，现在也很厉害。刨掉马斯克以后，就是放眼全球还是很厉害的。对，我们还是很厉害。对，把马斯克刨下去，我们还是很厉害。这3发不是能回收的火箭吧？应该现在还回收不了。对，现在的这3发，如果今年原计划打的，应该都是等同于猎鹰的1.0版，就是不能回收的。商业航天公司如果出事儿，不知道会不会像天降区那样让军方去跟农民谈赔偿啊？这个不确定了，这个不确定了。但是你像他们这种发射，应该是有保险公司的吧？你是说正式的发射，还是说像这次不算吧？正式的发射，现在没有，现在都是这样的。像卫星啊什么都是有保险公司的呀。对，所以现在的这些发射，大部分等于是你和那个载荷的那个谈嘛，就你是 Startup，你卫星公司 Startup，你比方说银河航天，你也 Startup，我火箭公司也 Startup，我给你打，然后咱俩一起宣传，我成了。你不用给我钱，啊，谁也别挑谁。对，然后我败了，你别找我让赔偿，好吧。现在多数是这样的。遥遥领先啊，这个我们不管了。这个如果比较，应该跟马斯克快破产以前，那些猎鹰的失败比较，估计很大可能性还是设计的锅。新团队应该是经验很不够啊，很多坑都是得趟一回。不过还是希望能做成功，真做好了。到时候实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也许咱们还能有个润火星的机会。哎呀，这个润火星，好吧。然后我说一个，
你说？我觉得，我觉得是什么？这次的这个天龙这个事儿，大家可能还，当然肯定有设计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了，归零有设计归零，有管理归零，技术归零，有管理归零。我觉得这次如果天兵真想好好弄，他自己好好管理归零吧。我觉得这肯定不只是技术的事儿，而且甚至技术都不是主要原因。好吧，这个还是遥遥领先吧。有些东西小步快跑、敏捷迭代，有些东西，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每一个行业有它各自的这种路径依赖吧。你说是路径依赖也好，或者说有固定的经验也好，啊，它就是一个词的褒义和贬义两部分呗。我们还是要尊重科学的这个东西。对，啊，这是又有人拿了正文出来了。航天方向发射升空是全球同步信息，轨道估计也是各方面预告。就经示方向啊，谁也不知道飞起来的弹道导弹还是别的什么。所以你像这个朝鲜每次发都说我放卫星了，然后日本说他们放导弹了，对吧？对，设计这种固定力学结构，其实应该没啥悬念挑战，居然还会脱手。所以我就在说嘛，他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比较解释得通。假如比方说这个发生在舰上，就更解释得通一些。对，互联网测试没关系，后果不严重。也有严重的，也有严重。我虽然人在日本，但是也在国内做了10年了啊。国内互联网一线绝对没有简单就上的，这个要看是什么。这个我知道，像阿里他们是有测试，但是呢，也经常上去以后崩给你看。对，这个其实是没法说给你做的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对，这个互联网 A/B 测试、灰度测试，那就是拿小白鼠干。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 Facebook 的朋友跟我讲说，他们都是拿新西兰的用户做广告测试。你想最早是吗？啊，对，第一个那个国际日期变更线旁边，然后不行就那个算法回滚完事儿了。新西兰就是全世界英语广告的小白鼠。这个波音那个飞船还能飞回来吗？这个如果飞不回来，是不是直接丢了？不太可能直接丢了，应该还是要飞回来的，不能那 NASA 那个什么波音也在想办法把它弄回来。我觉得不用太在意这个波音这个事情，实际上这就是等于就是你研制中的代价，等于你波音和 SpaceX 竞争，这次等于栽了个大跟头，就是这么回事儿。是。金融相关的测试非常严格和复杂，我知道他们有测试。但是你说最后多严格多复杂，你要跟银行系统比起来，你就觉得那也是个玩笑。因为我们以前是做过银行系统的，那银行系统那个是真的是很严格。你就这么想吧，他们去用小型机，用 IBM 的那个小机，用 Oracle，用这些玩意儿去做，然后跟一帮这个挂在这个 Java 平台，然后用这个叫什么刀片服务器，然后用这个什么随便云计算就开始搞一搞的，你觉得它能在同一个安全水平上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欧洲还在吵说要欧洲卫星、欧洲火箭社呢啊，这个呢，一般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吵这事儿都合理的。一般喊这话的就是那造火箭的公司，对吧？就是说，哎，你看，你得用我造啊，这个用我放啊，我虽然卖的贵点，但是咱们是自己人，对吧？是坑熟嘛，这不就是杀手？对啊，你看那个什么，那个现在马上要打这阿里亚纳6嘛，它的好像两个价格，一个大概是7000多万，那个运力稍微低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是大概是1.2亿吧，我记得1.2亿欧元，那个运力和009差不多，运载能力啊，就1点多亿。啊，对，那边是6000万新的，要是旧的是5000万，你自己看。天明科技这个名字很糟糕啊，忠诚有余，文化不足啊，这个我们就不管它了。
国内同方，哎，他们啊有乐的，但是呢也不可能乐翻，后边他们也得吃这瓜老。也就是哎，我这么着说，就是说那个什么，所有的国内民营航天企业都说不许笑，对，都在说不许笑。这个说的很形象。不许笑。我们以前经常碰上这种事儿，就是传一个，大家自己偷着高兴可以，但是不许在外面笑。其实国内所有那些所谓民营，就是原来航天军工直接画皮，但是这些人呢，你在航天军工里他就做不出来，你必须得出来他才做得出来。对，实际上包括这几个吧，那个像这个星际荣耀，像这个天兵，都是有非常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航天的这个背景的。是，但是他们要是在那里面想做这个，那阻力重重。是，芯片那是离谱，大家都明白着搞不成，所以赶紧捞一把。我觉得也许航天应该靠谱一些。哎呀，就是当你这个最终的结果变成一种玄学的时候呢，还是捞一把吧。对，日本射火箭都是带角度的，不能垂直，这是战后限制啊。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它那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就是不能竖着发，得稍微斜着点发，不应该吧？我不都没太研究，我还真没注意。这个是什么？做 spin launch 的这种离心啊。离心发射这个事对，这个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想吧，那个咱们先说普通飞机啊，螺旋桨飞机为什么很难超音速啊？是因为它那个螺旋桨速度转的不能太快，转到多快的时候呢，那个螺旋桨的速度就提不上去了呢。实际上就是螺旋桨的一尖的速度接近音速的时候，就上不去了。那个时候对，那个音速是多少呢？音速是每秒340米。每小时1000多公里，也就是说，你螺旋 spin launch， 你这个甩，你要只有甩出去的时候，分离的时候，你的速度只有1000多公里，那没什么大意义。你看星舰一级和星舰超重和飞船分离的时候的速度已经达到5000多、6000多公里了每小时，你才1000多，那你这个甩意义不大。但是它这种是不是就是它因为到音速的话，是因为它螺旋桨突破不了音障？那你如果是那个东西抽真空了，是不是它就没有音障那种东西？它不是抽真空啊，那你没法抽真空啊。然后你等于所有的这些现在的问题，就等于是你达到了一个速度之后，这个速度极限之后，你就会发生剧烈的震动啊什么的，这些你要克服这些东西。对，那你面临的技术难度太大了，连放躺下都不行，只能竖着放，放躺下就瘪了。你像他那玩意儿要甩起来，得有多少个 G 在上面？对呀。还有这个，你说的这个也是一个事儿，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大很大的过载，你的仪器设备是不是人肯定不行了，你的仪器设备能不能承受这些过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对这个 spring launch 非常不看好，我觉得这个跟贾跃亭、贾会计差不多。我觉得甩个实心的东西出去还行。甩个子弹实心的应该能甩出去，甩出去也是那个问题，你有没有就是说能不能达到那么高的速度？你现在如果你要想用它来替代一级火箭，你出去的速度最少要到5000公里每小时。这个确实是费劲。对，4000、5000公里，你最少要达到这个。我刚刚用日语查了谷歌、雅虎，暂时没有看到所谓的限制。另外，日本一直有火箭技术，日本火箭主要是发射场在种子岛，对，火箭今天才发射成功，好吧？对 ，H3 这是它的第2次发射了，好像，对，我注意到了，还是来监视表情的红卫兵，这什么意思？没看懂。SpaceX 估计好多人也是从 NASA 出来的，应该也有吧。他的 CTO 最开始那 CTO 不就是 NASA 的吗？是，离赤道近，更省燃料。是的，对，利用地球的自转，更省燃料。如果在一个发射场建设多个发射架，同时发射多个猎鹰9号，不也可以提高发射频率吗？为什么现在每次发射都是发射1枚呢？
它现在是这样，你那个实际上在佛州就是有2个发射场啊，就猎鹰9的发射场啊。只不过有一个可能可以只能发射猎鹰9，还有一个既可以发射猎鹰9，也可以发射重型猎鹰。它一个叫卡纳维拉尔角，还有一个叫做肯尼迪航天中心，它就本身就有2个发射工位，实际上离得不远。然后德州这博卡奇卡新建的第2个发射场也在建，就是说可以，人家只不过现在暂时没有这样，等到真的航班化的时候肯定会的。就是现在没有这么多的发射需求。对，所以它现在是等于佛州有2个发射场，就猎鹰9这块，然后加州有1个，然后这个星舰，去年上海那个事故的地方，前几年叫航天精密，这个就不了解了。我不太清楚啊，就是那个是说那蓝箭那个炸了的那个罐子炸了嘛？我就是当时我说的那是物理损坏，它实际上这压力容器质量可能差一点，然后一加压就炸了，没什么大事。不是说我们在外太空啊，只是背景比较凌乱，懒得收拾了。这个油管中文火箭技术解说，这里很专业，是的。这个 SpaceX 最终是否一定会上市？风投必定希望上市获取超额利润。其实像他们这种公司，最终退出获利的方式还是有很多的啊，不一定非要上市。这个 SpaceX 估值在3000亿美金上下，每股单价60到80美金之间波动啊，这个我估计是不是粉单市场，还是在下面交易的一些市场。好 ，SpaceX 的这个德州发射场是离开附近小城很近啊，我想去看发射的旅馆就是2公里直线距离。当然啊，那个发射场就在海边啊，这个卡尔加厨就在德州。他在德州啊？他在德州。好啊，咱们是不是约着上他家玩去？这家伙做饭据说特别好吃。行啊，到时候去呗，真的啊。去哪次星舰发射，咱们到现场瞅一次去。然后再去德州打打枪。总是干些奇葩的事情，搞不了就不要搞。哎，你还是要有点耐心，对吧？大家都这么干，这不就永远都没有了吗？实际上我相信，就是说出了这事儿以后的话，对于天兵来讲的话，它也不一定是完全是坏事儿。如果没把他的打倒，能够继续往下干，那他后面可能会好得多的，真的是这点我倒相信。看把你俩货笑的，哎呀，这个不要笑啊！我是银行系统的，我看我们后端也是表呼将，几十个子系统互相连接在一起，好吧？因为我是原来给建行做过培训，然后航天员不用担心，现在空间站上有3个飞机啊，平时有3个飞船，飞行机啊。他现在飞船上最少还不止3个了，实际上就惹急了，那货运飞船也可以用。现在对，不是2个，是3。现在你看现在有龙号飞船在上面，然后那个联盟飞船在上面，应该还有一个货运飞船吧，我忘了是进步还是天鹅座飞船。是的。感觉天明科技跟华为一样，哎，其实也不是背景神秘了，就是你不上市的公司呢，你没有财报看，也没有去公布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他就算是上市公司，你也没有空去看他的财报，都挺神秘的。而且我觉得天兵比111领先要好多了，真的。SpaceX 估值3000亿美金是不是低估了？哎，这个我觉得不要想太多，等上去了以后呢，让股市去拿价格就好了。会不会过几年可以把脑子发射到火星上去？行吧，等我老了这个，如果我老了以后还没有得老年痴呆的话，我可以报名把脑子。那都不用把脑子发过去了，就直接咱们就用脑机接口把这个记忆什么都上传上去，然后传火星上去，然后咱们那时候控制擎天柱了哈。对，多些鼓励支持，毕竟才起步，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说他主要是因为他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啊，当然还是希望他最后能够继续走下去。对，他犯了一个超级低级的错误。对，第2次赶上直播啊，感谢土兄，这频道应该会随着航天的热度火起来。是的，
他的频道是最近比较火。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先把牛吹死了。哎呀，但是我觉得牛呢也还是要吹，对吧？这个你说你不吹呢，肯定是不行的。信誓旦旦说进大气层会烧煤，结果还把人家的房子砸漏了，好吧？那个测试，不是说点击啊，传统的单元测试那种。单元测试呢，其实像我们以前做啊，但是并不就是代码覆盖量不全，就是我们以前肯定代码覆盖的没有那么完整。核心模块有的时候会做，但是你想，我们当时在海外做 APP 的时候，一年更新150个版本，你觉得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测试？材料应力不考虑，这肯定是有问题呗。螺旋桨是空气动力，都真空了就没有气体了啊，这个应该是抽真空的，然后穿过一层膜以后，以高超音速甩出去，然后在高空2级点火。这个我不确定了。它即使是抽真空的，你也要大概达到大概5000公里的速度。我觉得用旋转的方式，很难。而且还是就刚才老范说的那个很对，就你转到这么高的速度，你的过载，你有什么仪器设备可以？我觉得精密的仪器设备肯定不行。是，所以我说甩个实心的东西出去行的。对，离心发射就是搞笑啊，材料学完全支持不了。对，你想它火箭发动机里头也是罐啊，什么这个管啊，都是这玩意儿。你甩到比如说10几个 G、20几个 G，都瘪了。对，你像现在咱们那些弹道的那个过载最大的，能承受过载最大的就应该是空导弹了，空格斗弹，那也就是20几个 G 嘛。是你算一下，要用那个离心发射的时候，它能到多少个 G？太空电梯有没有可能？我做过专门太空电梯的节目，您可以到时候看看我过往的那。对，这个日本过去是倾斜发射的，的确是战后限制发展，弹道导弹的问题，现在没有了啊，可以直立发射了，好吧？看来又有人去做功课了。目前没有发现强度那么高的材料啊，这是说的太空电梯。对，Spinlaunch 的问题是成本还是太高啊，这个每公斤2000刀左右，而且运载力小啊，好像不到100公斤，这就不知道了。这个我觉得我们看看是不是快一点啊？确实抽真空，那么好吧，我觉得还是真空的可能性大一点吧。2级火箭一起甩出去。行吧，反正大家如果觉得 Spring 这个还可以，就去看吧。这个再研究研究，回头咱们再弄，对吧？这个来休斯顿啊，这个打枪看土星5和这个航天飞机，去看星链发射，管吃管住管本地交通，后院烧烤直播，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去。没问题，太谢谢了。好，我的美签现在还是有效的。我赶紧去办。Team Dot 啊，国际空间站为什么不卖给私人公司运营？不用卖了，现在也没人愿意收。马上30年退役之后，那个国际商业空间站就要起来了。SpaceX 老马说不上市啊，它比较好控制。我估计还是被这个特斯拉的股东玩恶心了。对，太空电梯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快一点了啊。这个SpaceX 3000亿不算低估啊，这个价格的事情我们不研究了。这个不知道国内民营航天是否能长期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别哪天啊，这个教培当时也没想到嘛，一下双减就没了。我觉得航天不会，我觉得航天应该不会，航天这些还都是有背景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都是那个2毛3、2毛4都是跟班儿。但是火箭军的这些人也都哗啦哗啦的往下掉的。这个我们不研究，这事我们不影响，他们掉都不影响。这个建议做一期 Stock Space 怎么样？
我到时候我去查一下吧，我也没注意这个竞争 Stock 的公 Space。司没了解。这个行业有国家支持，这个领导喜欢的，对，这个领导确实比较喜欢，这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是最大的领导喜欢。对，上市就要考虑收益啊，星舰技术实际还没有那么成熟，我觉得星舰在这1-2年里头应该也差不太多了。对，而且他最关键，他有练手，他的练手就是拿自己的卫星练，他有可以练手的。你其他的谁有能？你哪家火箭公司自己能有练手的东西？对对对，行，我看看，我们也把问题都回的差不多了，咱们也2个小时09分钟了。对，这我看也是差不多了啊。这个咱们这次真的是，人很多了。离心发射公司，这个是可以达到。还在说那 Spring Launch 呢？好吧，好吧，回头研究一次，回头好好研究一次。原来土拨鼠是真的土拨鼠，土拨鼠札记啊，这个频道叫土拨鼠札记，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看我这儿还有387个人，你那儿应该还有123。23，对，挺好。OK，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拜拜，结束。